面前趴了下来，抬眼看他，好不容易才把你抓上来，要是这么轻易就放你走了，我岂不是很没有面子？蓝忘机又转了个方向，为何抓我？魏无羡一拍床榻，说道：当然是要你做我的夫君呐，你不觉得我们很般配吗？蓝忘机道：哪里般配？魏无羡打了个滚，爱翻到了他的面前说道：这个问题问得好，自然是哪里都很般配。蓝忘机并不觉得，甚至差点背过气去。魏无羡仍然笑眯眯地说道：怎么样，考虑一下呗？蓝忘机拒绝：不。魏无美挽留：真的不考虑吗？蓝忘机再次拒绝：不。哦，没关系，总有一天你会答应的。婚姻之事岂可？而蓝忘机话语一顿，惊慌道：你干什么？只见魏无羡何时脱了外袍，正解开里层的衣服，就快脱的只剩下一层薄薄的里衣了。精致的锁骨与滑入胸腹的曲线明晰，宽肩窄腰，皮肤被微弱的烛光衬得白皙。蓝忘机喉结一滑：你觉得我能干什么呀，这位哥哥？魏无羡勾唇一笑，整个身体贴近了他，那距离不断缩减，越来越近，亦在快，要触碰到蓝忘机的唇时骤然停住，正色道：当然是睡觉。蓝忘机一时气红了脖子根，也许更多是羞的，他呼吸不平的见魏无羡跟没事人一样，一拉被子就躺下了，磕磕绊绊地问道：这里？魏无羡打了个呵欠，说道：对呀，这里是我的房间啊，我不在这里睡去哪里睡？蓝忘机道：那我又为何要跟你睡在一起？魏无羡眨了眨眼，眼眸困得附上了一层水汽，声音也软了几分：你是我的夫君，自然是跟我一起啦。而后他往蓝忘机那一侧的床榻拍了2下：夫君，快躺下。蓝忘机瞬间掀翻了被褥，拿起碧晨的剑劈开了房中的门，临走前怒道：不知羞耻。魏无羡看着他瞬间走远的身影，笑了一下，啧。蓝忘机一路疾行，拿着碧晨劈开了一路的树，山林之中树木轰塌出巨响，然而传到魏无羡这里，已然削减成了一片寂静。他平复了一会儿心情，发现自己胡乱走到了一条溪水边。别看这山中时乌云密布，黑气缭绕，溪水倒是十分干净清澈。他记得傍晚时到客栈的时候，路边也有一条溪流，看样子像是河段的下游。且不论这座山途经的是中游还是下游，顺着河边走，说不定能找到出山的突破口。于是蓝忘机在河边走有了一个时辰，再次触碰到了乱葬岗的禁制边界。先前他早就试过，禁制以他的功力还斩不裂，便不再白费力气尝试，而这条路也是行不通了。已是夜半，蓝忘机毫无收获，只得往回走。他逆着水流走回去，立时一个想法闪过脑海：这乱葬岗的禁制是否如同云深不知处一样，只要手持通行谕令就可以进出自如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只需要来魏无羡的通行令即可。可他今日观察的那些村民，似乎并没有使用玉牌此类的物事，难道说进出的关键是在魏无羡的身上？他循着记忆走回房间，门径还是他离开时的模样，房中的烛火已熄，灯芯败落，一片黑暗之中，只听一阵浅浅的呼吸声，绵长而平稳。魏无羡在房中已经睡熟了。蓝忘机站在他的床边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手中握着的剑鞘一紧，踌躇着要不要趁此机会搜他的身。衣服就放在他的枕边，意味着他要跨过魏无羡去取。若是用碧晨剑去勾，碧晨的剑身沉重，挥动时必然会升起剑锋，把魏无羡惊醒。蓝忘机思虑再三，还是选择摸了过去。他平生还是第一次做这么偷鸡摸狗的事情，心中默念了一串家规，向魏无羡伸出了手。黑暗中目力不佳，唯一的月光源也被踏围挡住了。他先是摸到了柔软的床榻边缘，而后往前进，在预判到快要碰到魏无羡的时候陡然停住，从他身体的上方越了过去。依附在里侧，蓝忘机不得不俯下来，伸过半边身子探过去。如今他半个身子已然悬空在魏无羡的上方，幸好下盘够稳，才足以支撑着不摔在魏无羡身上。蓝忘机手指就要伸过魏无羡的脑袋边之时，蓦地一阵风打上脸颊，向前的力道把他一带，他稳稳地摔在了床上，准确地说是摔在了魏无羡的身上。他一时失色，双眼微睁，魏无羡那双清醒而明亮的眼眸正含笑看着他，
为了不让他动弹，魏无羡还顺势张开腿，夹紧了他的腰。他分明没睡着，在蓝忘机刚回房之时他就醒了。见蓝忘机不出声也不拔剑捅他，干脆将计就计装睡，看看蓝忘机想要做什么。魏无羡的声音很近，响在耳边如同棉絮一样轻。怎么回来了？改变主意了？想跟我一起睡就直说嘛。方才拒绝的那么不情愿，现在还不是主动回来找我？蓝忘机耳根热得发烫，他现在与魏无羡胸膛紧贴，脖梗环了2条手臂，正不断将他往下压。他的脸庞近在咫尺，似乎随意往哪里轻轻一动，就能尝到魏无羡那两瓣饱满红润的唇。蓝忘机羞赧道：“不是。”又道：“放我走。”魏无羡悠悠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蓝湛，瞧你这话都说了几回了，你看有用吗？”